王宫城高地第3层，路飞一行人和巨大的玩偶一顿混战，最终将这些人偶全部打倒，大家松了一口气。路飞骑上大白马准备赶路，突然从烟雾中冲出来一个玩偶，一口咬住白马的脑袋，头盖骨直接被咬碎。路飞跳起来，用喷气手枪击穿了玩偶的肚子，但是这个玩偶完全没事，挣扎着爬了起来。卡文迪许表示十分愤怒，拔出宝剑一剑砍下了玩偶的脑袋，然而还是没用。其他的玩偶也纷纷爬了起来。这时路飞他们意识到事情有些不妙，这些玩偶是打不死的呀。罗宾一行人飞过混乱的战场，从唐吉诃德家族干部们的头顶飞过，目标直指王宫高地的第4层。这时雷欧收到泽罗兰公主传来的消息，小人族公主曼雪莉就关在王宫城深处。就在此时，位于战场之中的爆炸头古拉发现了罗宾几个人，立刻丢出炸弹进行狙击。一排小型炸弹被丢到巴托身边，瞬间爆炸，将巴托从空中炸了下来。炸弹的余波影响到了其他人，罗宾松开手中的绳子，用花果实能力困住古拉，交代雷贝卡先带着钥匙先行前往第4层的花田，然后自己随着巴托、古拉一起掉落下去。巧的是，下面居然是路飞3人和无法战斗的罗。罗看到罗宾飞了下来，焦急地问道：“钥匙呢，姐姐？”罗宾姐姐说：“钥匙被雷贝卡拿走了。”真是好巧。路飞一行人除了迎战不死玩偶军团，还迎来了一个新的敌人——爆炸人古拉。不过，一个区中层干部哪里有资格挑战船长路飞？罗宾和巴托站出来挡在古拉面前，让路飞等人带着罗先行赶去花田与雷贝卡会合。古拉没给众人太多商量的时间，立刻发起进攻，射出一排炸弹。路飞准备弹射回去，巴托站出来用屏障挡下了古拉的炸弹。这种炸弹不同于普通的炮弹，在触碰到路飞身体的一瞬间就会爆炸，根本弹不回去。路飞很惊讶，直夸巴托救驾及时。罗不耐烦地大喊：“赶快解决这种杂兵，上去拿钥匙啊！”巴托瞬间感觉不爽：“你小子哪来的葱？敢对路飞前辈大吼大叫！”等一下，巴托突然灵光一现，用自己的屏障做出一层层阶梯，直通上面第4层的花田，直接送路飞等人到达目的地。路飞对这个小弟的表现十分满意，道了一声谢后，背起罗向上冲去。那一瞬间，巴托仿佛看到了人生的朝阳在云海之间慢慢升起。路飞前辈居然对自己说谢谢，这是何等的荣耀伴随！不过巴托的这一招有个致命缺点，他一次性能使用的屏障面积是有限的。当他把所有屏障都用在阶梯上之后，已经没有多余的屏障用来保护自己。古拉瞄准路飞射出炸弹，巴托冲过去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挡了下来。有绝对防御能力的巴托第一次身受如此重伤。独角大仙居鲁士见女儿心切，用一只脚跳上台阶，超过路飞，先行赶去花田。卡文迪许替路飞断后，看到巴托受伤之后，来到他身边，举起宝剑保护巴托。你真是无药可救的蠢货！卡文迪许对着巴托大骂。罗宾威胁着说道：“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，因为我们的船长值得别人替他舍弃生命。路飞永远是我们获胜的王牌。”王宫城高地某处，正在用能力洞察整个国家的泽罗兰突然发现一个十分不妙的事情：砂糖苏醒了，而且这个时候的砂糖更加暴怒，更加谨慎，并且落下了后遗症，对所有长鼻子的东西都十分惊恐。砂糖的苏醒意味着这个国家的国民和士兵们将会再次被变成玩具，而且对此还不知情的路飞等人现在十分危险。围困路飞3人的不死玩偶就是砂糖能力的新杰作。乌索普将自己的黑色大豆弹弓变大，杵在围墙周围，准备来一个超远距离的狙杀，胜败在此一举。如果这一击无法成功狙击到砂糖，那么他就会更加谨慎敏感，可能就再也没有机会攻击到他了。可是从这边狙击过去难度异常之大，光是用肉眼根本看不到砂糖本人，远处的王宫还有围墙遮挡，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按照草帽团的习惯，杀人是不可能的，这辈子都不可能杀人。那么想要在不击杀砂糖的情况下还能让他瞬间失去战斗能力，就需要一个特制的炸弹。乌索普将这个重任交给了看侍郎，因为看侍郎的画工奇丑无比，正好符合乌索普的要求。雷贝卡和雷欧顺利到达了高地第4层，再往上就是王宫的高墙了。雷欧与另一个黄蜂小人族告别雷贝卡，先行潜入皇宫去营救曼雪莉公主，留下雷贝卡在原地等待路飞。雷贝卡看着一望无际的向日葵花田，想起了自己和亲生父亲相处的点点滴滴，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。突然，一个黑影从花田中站起身来，雷贝卡看清来者后，惊恐地瞪大了眼睛。来者正是唐尼克斯家族的最高干部，也是雷贝卡的沙漠仇人迪亚曼蒂。花田这一层最接近王宫，唐尼克斯家族为了防止有人入侵到此，特意派了最高干部等在这里。万万没想到，居然是雷贝卡第一个到达此地。大嘴猴迪亚曼蒂哈哈大笑，一剑砍过去。
雷贝卡没有防备，中了一箭。从身高来看，雷贝卡还没有大嘴猴迪亚曼蒂的腿高。在与迪亚曼蒂对了几招之后，雷贝卡突然想起来路飞说的话，他一定会将多弗朗明哥打飞。雷贝卡意识到自己根本不是迪亚曼蒂的对手，打下去也是自讨苦吃，不如逃出这里，将钥匙交给路飞，助攻路飞完成击杀。想到这里，雷贝卡抓紧了钥匙，跳进向日葵花海中向外跑去。大嘴猴迪亚曼蒂看着雷贝卡渐远的身影，嘿嘿一笑，大宝剑变成藤鞭一样的东西，甩出后直接命中雷贝卡的后背，将雷贝卡打倒在地。迪亚曼蒂迅速追上雷贝卡，操起大宝剑准备给他最后一击。雷贝卡惊恐万分，情急之下习惯性的喊出自己一直有所依靠的那个名字，士兵先生。居鲁士非常及时的赶了上来，一剑挥下，正中迪亚曼蒂的胸口。也许是命运使然，注定迪亚曼蒂要与居鲁士进行一场生死搏杀，仇人还是要自己手刃更痛快。从雷贝卡记事起，他就只记得士兵先生的样子，父亲居鲁士的样貌他很难回忆起来，他只知道竞技场中有一个不败的传奇剑斗士，名为居鲁士。如今雷贝卡第一次近距离看到这个传奇的剑斗士，第一次近距离看到自己的父亲，泪水夺眶而出。有父亲在，自己再也不是那个独自战斗没有依靠的流浪儿了。居鲁士背对着雷贝卡说出了藏在心底10年的心里话，真的抱歉雷贝卡，作为毫无未来的玩具，爸爸能教你的只有战斗而已。可是你明明和你妈妈一样温柔善良，但今天是最后一次了，你不必再继续战斗了。大嘴猴迪亚曼蒂爬起来，愤怒的脸扭到一起，你们都去死吧！居鲁士拔剑就砍，迪亚曼蒂提剑回应，二人激烈的站在一起。居鲁士虽然只有一条腿，但是丝毫不影响发挥，与迪亚曼蒂打在一起根本不落下风，反而迪亚曼蒂略显劣势。这时路飞抱着罗已经赶了上来，不死玩偶像狗皮膏药一样随即赶到，张开巨大的嘴巴咬向路飞。路飞将胳膊伸长，从雷贝卡的手中接过钥匙。千钧一发之际，罗的手铐被打开，不死玩偶在罗的入目中被分了尸。花田上面就是多弗朗明哥所在的王宫，路飞和罗坚定地看着上面，打 BOSS 这种事情他们最擅长了。路飞特意向雷贝卡道了谢，和罗一起赶向王宫。雷贝卡叫住路飞，问出了那个所有人都知道答案的问题：露西，你真的能打败多弗朗明哥吗？路飞嘿嘿一笑，我不叫露西，我的名字叫路飞，是未来成为海贼王的男人，所以打败多弗朗明哥这种事简直小菜一碟。迪亚曼蒂一听怒了，这也太不把塔尼克的家族放在眼里了。迪亚曼蒂丢出自己的大宝剑，大宝剑变成鞭子袭向路飞，罗一个入目直接瞬移到了王宫上面。罗有能力取出了身体内的子弹，路飞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冲进去和明哥干架了。不过他们所要面临的第一个敌人却是不厉害但很恶心的砂糖。乌索普让千里眼紫罗兰与自己打配合，窥探砂糖的位置。此时国民们已经爬上围墙，为了赏金向乌索普和利库王冲了过来。利库王率领军队长和愚人空手道师傅哈库守在乌索普身边，替他挡住暴动的国民，争取时间。砂糖已经从宫殿中走了出来，慢慢接近罗和路飞。罗和路飞都不认识砂糖，砂糖想要接近二人易如反掌。紫罗兰告诉乌索普，砂糖已经来了，做好准备。乌索普拉开大弹弓，将特殊弹药装填进去，调整好弹射角度。砂糖装成迷失女孩子的样子，哭着走向罗和路飞二人。二人愣住了，这种地方怎么会有孩子呢？罗冷漠地说：“别管他，我们走。”砂糖跟在二人身后，哭得更凶了。乌索普的身后，大批的国民蜂拥而来。利库王下令，绝对不可以武力伤害他们，因此警卫们等人只能用躯体阻拦，却无法动手。乌索普的眼睛瞄准角度十分有限，根本看不清砂糖的位置。他只能通过紫罗兰的描述，大概推测砂糖的站位以及路飞和罗的走向。狙击的难度不是一般的大。紫罗兰说道：“砂糖马上就要碰到二人了。”乌索普的额头上流下了紧张的汗水，全身不停地颤抖，因为只要稍稍一失手，路飞就会从他的记忆中消失。这是关乎伙伴的一击必杀。去吧！乌索普拉满弹弓，大吼一声后，将特制弹药弹射出去。轰隆一声，弹药打偏在墙壁上，爆炸了。路飞直接被变成了玩具。这只是演戏，注意，这只是演戏。路飞还没事儿。乌索普咬紧牙关，锁定窗口。就在这一瞬间，乌索普的见闻色霸气觉醒，居然可以清晰地看到路飞三个人的轮廓。就在此刻，乌索普锁定砂糖，果断出手，轰的一声爆炸，特制弹药在火药弹的推动下成功弹射出去。虽然有几公分的偏差，但是这个特殊弹药足够让砂糖失去意识。国民们已经扑了上来，将乌索普紧紧绑住。乌索普在那最后一秒，准确无误的射出弹药，制服了砂糖，这让紫罗兰激动的泪流满面。现在，路飞和罗已经平安登顶，来到了明哥所在的王宫顶端。砂糖失去意识，那些不死的玩偶也坍塌下去，变回了人形。罗宾等人不战而胜。
现在是罗宾、卡文迪许、巴图3人，唯有爆炸头古拉一个人。古拉很不服，你以为你们3个人我就怕你？海军大将藤虎一笑，与萨博在一片火海中进行激烈搏斗，二人都没有用上全力，点到为止。也许是招式太过单一了，藤虎想玩点不一样的，拔出短刀后，一招猛虎打向萨博。这一招是直接将所操控的重力横向击出，足以撼动陨石的力量如猛虎般奔向萨博，周围的房屋瞬间被撕裂。萨博对抗一下后，发现实在是太过艰难，于是化身成为火焰奔向藤虎，一脚踢下去，瞬间引发岩爆，火焰原地炸开，轰隆一声巨响，将周围的建筑物和围观的海兵全部卷入其中，视觉效果十分酷炫。另一边，路飞和罗终于登顶，在这里，路飞看到了明哥、托雷波尔以及被打得奄奄一息的贝拉米。明哥嘿嘿一笑：“你和贝拉米不是一直有仇吗？什么时候同仇敌忾了？”路飞的怒气值正在慢慢积攒。明哥脚踩在贝拉米的身上，不屑地说：“这小子，我给了他2次机会，他都没有完成命令，理应处死啊！”明哥将贝拉米的脑袋抓起来，不断的嘲讽。路飞想起了贝拉米曾经和他说过的话：多弗朗明哥是贝拉米一直尊敬崇拜的人，为了乘上明哥的船，贝拉米拼尽一切。如今明哥却拿贝拉米当猴子耍，路飞勃然大怒，罗在一边不断的劝说路飞要冷静。多弗朗明哥最擅长激起人的怒气，让人失去理智，这就是他的伎俩。明哥气得不知道该说什么好，你还有资格说我？自从你们几个进入到新世界，净给我惹事儿了。在庞克哈萨德毁了我的厂子，干掉我的干部，掳走凯撒，然后又毁了玩具之家，让所有的玩具变回人形。现在又想捣毁工厂，取我脑袋，我都被气笑了。明哥手指一动，变出线线分身，分身冲上去与罗打在一起。路飞趁机冲向明哥本体，明哥操控贝拉米站起来，拿刀对着路飞一阵猛砍。但是路飞面对贝拉米不忍心下手，只好不断闪躲。罗吼道：“不管你们交情多深，想要阻止这小子，就把他打到失去意识吧。”路飞回应道：“我下不去手，我们可是朋友啊！”贝拉米听闻此言，瞬间泪奔。明哥哈哈大笑，他最喜欢看亲近的人相互厮杀，于是操控贝拉米更来劲儿了。毕竟弱者连选择死法的权利都没有。路飞火冒三丈，右手打出武装色，愤怒地奔向明哥。罗和路飞制定过一个秘密战术，本来是想留到最后收人头的时候用的。现在路飞正在气头上，坚持要用秘密战术打飞多弗朗明哥。罗气得大骂，但是也无济于事。路飞根本不听罗的指挥，一招火筒拳向罗打过来。罗使用入木屠宰场将自己和明哥在一瞬间置换了位置。路飞一拳正中明哥腹部，直接把明哥打得吐血。托雷波尔大惊，罗趁机使用自己另一个秘籍高频手术刀，将托雷波尔肥大的身躯直接切开。我是谢幕君，咱们下期见。